快大哥来了，大哥他来了。哎，你看。 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取命。王爷住手！宗帅三令五申，王爷为何不听？没有能耐，就别在这逞强。以后上了战场，不会有人跟你一不见血，二不见师。你。张大人，宗帅，我也连打了好几场，他在场下以逸待劳，你们觉得这样的比武公平吗？宗帅，可否让他二人先比试剑法，然后再比试武艺呢？
传我的令，准备弓箭。梁王，岳飞，前面就是箭靶，你们两个谁先射啊？我先来。好。岳飞，看你的了。牛波，啊，怎么了？那些家伙把箭靶移远了，快通知大哥！嘿，他们可真是够混蛋的！哎，大哥，他们把箭靶弄远了，你小心点啊！岳飞，你给我过来！大人，岳飞，你知罪吗？我们让你来比射箭，你分明不会射，反倒拉折了几张弓。这些弓本来就次，我大哥又是天生神力，当然一拉就对了。哎，就是嘛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大人，我有话要说。哎，你等一等，岳飞啊，你有什么话说？元帅，刚才弓弦断了，不是我故意，而是一拉即断。这些弓在我手中太软，拉力不大，射得便不远。是不是请元帅另找些强弓来试试？如果再射不中，杀剐留存，任凭各位大人发落。你狡辩！岳飞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如果你的剑法比不过梁王千岁，我就把你赶出比武场。遵命。来呀，拿我的神臂弓！谢元帅。
岳飞武状元，岳飞为民！大多数，大多数，大多数，大多数！张大人，总帅，岳飞的箭全中了，我的箭也全中了。这轮比剑我们算打平手，那开始比武吧。哎，小王爷多加小心呐！大哥，多加小心呐！岳飞，保重。岳飞，来吧！大哥，小心啊！气绝身亡。真死了！岳飞，你擅杀皇室宗亲，来人呐，
给我绑了！喂，明明是擂台比武啊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！对啊，这不公平啊，不公平啊，这样不公平啊，不公平，这不公平啊，不公平！ 如何评判？我相信宗帅大人自有定夺。跪下，跪下！岳飞，南宁小梁王乃我大宋开国功臣之后，你犯了杀害宗亲之罪。 投靠谁都不管用。话是不错，可是小梁王弑杀在先，岳飞成凶在后。宗帅若判定岳飞无罪，挟贵而骄，难以服人呢。如果再出点什么事，宗帅就更难以向当今朝廷交代了。启禀宗帅。 是岳飞冒失，才闯下大祸。不过，无论是今日的京师之役，还是日后的相州之战，攘外必先安内，小梁王便是安内的首要之措。岳飞，此话可轻可重啊，切不可信口开河呀！在下不敢。在下日前救了一个受伤的女子，那个女子亲口告诉在下。 小梁王受了金人的买命钱，就凭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说的话，你就杀害了梁王？启禀大人，岳飞之前也不相信，只不过小梁王在擂台上的种种表现，杀害大宋勇士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你胡说！哼！宗信听命，在，迅速把此事调查清楚。是。 宗帅，还查什么呀？岳飞他分不清所以然，而小梁王的尸体现在确确实实躺在那里。宗帅再三强调，比武论才，点到则知。而岳飞真真正正杀了人，而且杀的是皇室宗亲呢。对呀，即便岳飞说的句句是实话，可是小梁王已经以命抵命了呀。擅作主张，先斩后奏，如果不加以遏制，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杀人之后，嫁祸到死人身上。 到那时候，黑白难辨呐。那二位的意下如何呀？二位的意下如何呀？宗帅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希望您不要姑息养奸呐。说得对。 岳飞必须得杀！哼哼，这不是枪挑小梁王的擂主吗？怎么？ 眨眼功夫就成了阶下囚了。哎，岳飞啊，这里是相州，不是你汤阴老家，你别以为你会耍枪弄棒就可以无法无天。哎，看你也活不过明天了，我就奉劝你一句：你别以为宗帅想保你，你就可以鸡犬升天。
这里是用人和人织成的一张网，这天有多大，这网就有多大。你以为你岳飞有3头6臂，龙王保驾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过也是这网里的一个虾兵蟹将，刀下冤魂。好自为之吧。宗帅，宗帅，宗帅，起！宗帅，我大哥呢？岳飞杀了宗室之后，死罪活罪都难逃啊！啊，宗帅啊，这岳飞家里面还有老母在等着，你说这大活人一个，我们回去没法跟老人家交代呀。是啊，你想想办法。是啊，宗帅，你想想办法。无论如何，就算见最后一面，也恳请宗帅替我们兄弟们安排一下见大哥呀！求求您了，宗帅，一定要救我大哥一命啊！这样吧，你们在此等候，有什么消息，我会告诉你们。啊，多谢宗帅。宗帅来了！宗帅来了！啊，宗帅来了！宗帅，为我们做主，给我们做主啊！为我们做主啊！大人，为我们做主啊！大人，宗帅，给我们做主啊！大人，给我们做主啊！大人，老人家，快请起，快请起！都起来吧，都起来吧！大人为我们做主啊！老人家，有什么话您尽管说。那蜈蚣山贼寇到处抢钱抢人，我们所有的百姓都逼得无路可走了。听说宗大人爱民如子，所以我们一起上书，请宗大人出兵为我们百姓除害呀！人在这儿呢，你们可得快点啊！大哥，哎，多谢了，多谢了。大哥，牛爸儿来看你了。大哥，你们怎么能进来？是宗泽将军替我们安排的。大哥，我听说他们要怎么样，随他们的便。大哥，脖子可没刀子横啊！要不我们再去想想办法，求求宗帅。我不想再麻烦宗帅了。我唯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我娘。你们回去以后，告诉我娘，说岳飞不孝，不能在他老人家身边伺候着。但是请娘放心，我岳飞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才会被人砍脑袋的。我对得起师父的栽培，我对得起我娘的教诲。大哥，将军，岳飞，看来你的脑袋一时半会儿是砍不了了。杜帅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宗泽拿着百姓的什么万民书向上请命，想要岳飞带兵铲除蜈蚣山，
吴公山匪寇众多，而且个个都不是什么善主。朝廷多次派兵围剿，但都是无功而返。宗泽要是去，就让他去吧。可是宗泽他竟然替岳飞说情，想要岳飞戴罪立功，带兵进吴公山剿匪。这个宗泽呀，总是跟我过不去。督帅，这宗心查下去，会不会查到我们身上？二龙山的吴知县怎么样了？小的已经将他给办了。那要不要我们先下手为强？不要。死无对证，宗泽能查出什么来？可是吴公山一年也没少交银两。要是让岳飞真的除了他们，这不平白断了一条财路吗？我看你呀，真是叫岳飞给打傻了。吴公山地势险要，匪寇众多，岳飞他有那个本事吗？如果那岳飞没有拿下吉氏兄弟，这万一岳飞真的除了几百贼寇，到时宗泽替他求情，这不更麻烦吗？你亲自给我跑一趟，告诉吉倩、吉勇兄弟，叫他们早做打算。是。还有，告诉吉倩、吉勇兄弟，让那个相州第一勇士有去无回。知道了。来，几位客官，吃点什么？大哥，小二哥，今天啊，可得多喝点，好好的压压惊。一个一人来一顿。所谓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小二，再来一盘红烧肉。哎，等，别都是荤的呀！我要吃炖豆腐，一定要多加青菜。青菜炖豆腐。回来，大哥，这个上好的韭菜知道，你肯定会没事的，是不是王贵？是琢磨的，有多少你给我拿多少来。好的，您稍等，马上就来。好嘞。牛伴，你叫那么多东西，你吃得完吗你？有我牛伴在，一定吃得完。真是没想到，我还能在这儿跟兄弟们喝酒吃肉。是啊，大哥，受苦了。这次呀，多亏了宗帅。来，大哥，我们干了这杯酒。来，好，干了。痛快！哎，宗帅这老头子，的确是条好汉，有仁有义。我牛伴是打心里的佩服他。是啊，那也是我们大哥本事大呀。宗帅他求财若渴，舍不得大哥一命呜呼。无论如何，这次吴公山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拿下。我说，宗帅的大哥真是够意思，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，但是他心里清楚，大哥一出来就让大哥统帅三军了。100人。啊，100人？这山上的土匪可上万呢！难不成宗帅用这种方法让大哥去送死？宗帅也已经尽力了，可也没办法。我看呐，是宗帅身边那个肥头大耳的姓杜的捣的乱，他这是在耍咱们的吧？现在是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啊！拿下了吉氏兄弟，还能将功赎罪。要是拿不下，那些贪官肯定会借题发挥，治大格杀宗室之罪。他娃儿的，大哥，一句话，俺牛伴陪你上刀山下火海。好个牛伴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。好兄弟，来，大哥，干！
坐，坐，再喝，再喝。哎，王贵，倒酒啊！来，再来一碗。来，喝。大帅，小梁王在擂台上战死了。这个废物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拓跋还说，有人知道小梁王收受银两，宗泽才起疑心。看来宗泽是一块很难砍的骨头啊！大帅，末将这就亲自带兵去接过他的性命。不，纵不必了。虽然我们在太原燕京大捷，可是杀敌1万，自损3千。我们的武士在沙场上也战死不少。照这样打下去，不是长久之计。宋朝那2个昏君，占尽了天时地利。我们的战士虽然骁勇善战，但却偏于一方。哦，对了，大帅，末将得知蜈蚣山上有一对吉氏兄弟落草为寇，他们手下的喽啰能有数万之众。如果我们能把他招入麾下，到时候我们能够不费一兵一卒从内部慢慢瓦解。只是什么？末将跟他们有过一面之缘，他们的胃口可不小啊。胃口不小。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宋人的供奉当然要花在宋人身上。拓跋业务正在大宋呢，这件事情交给他去办。好。张勇，你今儿个唠个痛快话，这蜈蚣山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？我说了多少遍了，这蜈蚣山呢，上山容易下山难啊！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咱们哥几个为什么非要打肿脸充胖子？哎，我们哥几个可都是骁勇善战的汉子，哪个不是死里逃生，阎王殿门口绕3回的？就是。哎，我说你不会在蜈蚣山前面不声不响的做软脚蟹吧？啊，痛快点说话！小子，你不是说过君子取财有道吗？这蜈蚣山上大大小小的窟窿里的财宝，你就舍得不去捡？哎，还是算了，实话实说，啊，相州第一勇士的赏银，我摸都没摸到，就让大哥给充了公了。蜈蚣山的宝贝，我想都不敢想。哼，你不想，我看你是最想，你就是见财起意。喂，别动手啊！哎，张勇，你这是枉费了岳大哥对你的一心栽培。不去就不去，但是你要把岳大哥先前给你的犒赏全都给我拿出来。对，不，你那是岳大哥用命换来的。对，大哥，你对我是知根知底的，我是家中的独子，我们张家可就靠我来延续香火呀。说完了。啊。别在这儿现眼了，能走多远走多远。大哥，你听我说啊，你是个好汉，有朝一日必能成大事。但是兄弟，我还是想劝你一句，以你现在手上这点人手，上蜈蚣山就好比以卵击石。如果真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呢，千万别硬撑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滚！
兵求见。快请。是。我此次前来啊，一是带了上百坛上等好酒，来请兄弟们品尝。我看呐，这回这许多的好酒是喝不上喽。不知牛兄弟何出此言啊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话此时我要不说呀，那会把我憋坏了的。这宗老元帅命咱们就带着100人，去蜈蚣山跟上万的匪徒拼命，那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去送死吗？嘿，我看这好酒啊，您还是拿回去自个儿喝吧。牛将军还真是个直来直去的爽快人。我此次前来，一是为了答谢恩公，二是奉了宗帅之命，特请恩公和诸位到大营走一趟。宗帅要为恩公调兵遣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呦，这下可太好了！这下那些酒啊，能喝得完了。能喝能喝，而且还得多喝点，是吧？对。宗帅，岳飞来了。好，末将岳飞见过宗帅。老夫恭候多时了。岳飞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谢宗帅。岳飞啊，急欠急勇，聚众数万，并非是等闲之辈啊。朝廷多次想一举歼灭，都因为武功山地形险恶，易守难攻，无功而返。这次你要去攻打武功山，凶险很多，你一定要小心啊。岳飞何德何能，让老帅如此操心？老帅，岳飞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保义郎，但是大丈夫战死沙场，为朝廷捐躯的道理是懂的。哎呀，如果军中要多几个像你这样讲情讲义之人，我大宋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呀？大宋人才济济，只是报效无门。末将相信，只要宗帅愿意，像这次选擂台一样，为当今圣上点兵选将，必定会有千千万万个岳飞站出来。好，说得好。我现在就要为你岳飞点兵选将。我知道你不惧怕匪寇，但是我也不能让你冒险啊。我现在就给你点兵选将1000人，悉数跟你到蜈蚣山上去剿匪。末将谢过宗帅。不过，怎么嫌少？不，只是末将曾经答应过杜冲副帅，只率100人上蜈蚣山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岳飞只要100人，多1兵1马，都是岳飞无能。好，好，好，100就100。传我的军令，让杜帅在军中挑选100精锐，随岳飞上蜈蚣山剿匪。老板，哎，客官来了，好酒好菜，有多少上多少。哎，好。客官，酒肉来了。你慢用啊。
怎么办？包袱和银两都落在小酒馆里了。承蒙贵军看得起俺们兄弟俩，大将军还亲自上了蜈蚣山，我们兄弟二人先干为敬。来来，公夺相州和磁州的事儿，俺两个合计下来，给大将军一个回话。磁州嘛，知州大人王伯彦，此人是个耍嘴皮子不办事儿的。防务方面一定也是稀松平常，俺拿磁州费不了多大阵仗，5万两银子即可。至于相州嘛，就大不相同了。相州是宗泽的老窝，不但兵练得好，工程也做得整整齐齐、规规矩矩的。攻夺这个地方，仗打得久，人死得多，俺开口管你要15万两银子，两处一共上20万两银子吧。我说还是曹成有出息。3年了，他们从我手下领走的银子不过3、5万两，而从地方搜刮的银子何止1两100万之多？要不他们能养活几十万喽啰吗？哼，大将军不用急着回话，您再斟酌斟酌。我们呢，也跟大小头领商量商量。是啊，是啊。报！报告大王，相州统治军王谢求见。将军，你看要不要回避一下？不碍事，都是自己人。见过2位吉爷。哦，拓跋大将军也在。原来你们都认识啊！自坐，倒酒。谢吉爷。来，干，干，干！奉上头差遣，这几日你们要严加防范。宗帅派人来劫寨。来了多少人？100人。那人称宗爷爷的宗泽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区100人要劫我清风寨，简直就是自不量力。那带头的将领是谁？相州第1武士岳飞。岳飞，没听说过这号人物。岳飞，此人能开100弹的弓，可以将火箭射出500步以外，还驾着刘葛从刀缝里杀出重围，打败了杨再兴、杨毛子。前些日子又枪挑了南宁小梁王，此人断不可小觑。就算他是如来佛转世，托塔天王下凡，俺段宏道齐切也不放在眼里。好，来干！来，喝酒！来，干！
人生小幼，精神专利。长成以后，思虑散逸，故须早教，勿失基业。大宋之兴亡衰败，犹需少年之大智大勇。还望母亲大人与贤妻日日劝学，不教孽子夜荒于心，行毁于岁。彭举在外行军打仗，有贵人担待，望母亲与贤妻切勿挂念吾之安康而过度操劳。进来。大哥，你不是回家续香火去了吗？我原本是这么打算的，可是刚刚这么一分开啊，我对大哥的思念之情就好像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我还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在军中的时候，大伙儿如何照顾我，大哥呢，更是待我像亲弟弟一样。说完了？说完了，但是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你们都出来吧。大哥，看来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哎呦，大哥，我真的是没胆子来见您，怕被您给撵出去了，所以我就先去见了大伙儿。原本是想让大伙儿替我求求情来着。是啊，是啊，是，这小子这个良心啊，还没有被狗给叼走喽。大哥，要不然你就留下他吧。对，大哥，你就留下他吧。你的包袱呢？包袱，在路上丢了。你手怎么了？这手，不小心被树枝插了一下，不过现在没事了。你以为我这是客栈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我要是把你留下了，怎么跟那些兄弟们交代啊？我知道错了，我这次一定好好表现，将功赎罪。好吧，我就再留你一次。你要是再犯错的话，别怪我不顾兄弟的情面。谢谢大哥。好，哎呀，这就好。既然大哥说留下你了，那咱们今天晚上兄弟们就好好叙叙旧，聊聊天啊。你那大呼噜，别人铁定睡不着觉。哎呀，我今天不睡了，我坐着还不成吗？我陪张勇兄弟好好的说话，聊聊天啊。别吵了。对，都这么晚了，明儿一早还要晨练呢，赶紧回去休息。是，大哥你早点休息啊。谢谢大哥，谢谢。走。你小子，今晚上你好好捏吧你。督帅，您交代的事都已办妥了，吉氏兄弟和拓跋将军那里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了。那个岳飞怎么样了？宗信说，宗帅要给岳飞拨100兵丁，我就正好拨了100人，但是那100人都是我精心挑选的。好。我倒要看看这个相州第一武士，到底有什么能耐。哎呀，这座山呐，你看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蜈蚣山原来长得是这副模样啊！蜈蚣山形如蜈蚣，因而得名。外面还盘着一条芦苇荡，里面大寨盘小寨，连绵数10里。具体地形不得而知。根据宗帅送来的消息，里面大概有匪寇数万人。我看这蜈蚣山胜在地形奇特。我看我们这一仗呀，必须有十足的把握，我们才能够上山。对。那你们现在有几成把握啊？5成。3成。
我有一个主意，可以有10成的把握。啊，大哥，你快说说，什么办法？我们只要找一个人乔装打扮，混进蜈蚣山，画出他们的地形图。只要能够知己知彼，我就有10成的把握，可以捏死这2只蜈蚣。好主意呀！好主意。你觉得派谁去合适啊？是啊，你说呢？就是啊，谁啊？我去解手啊！哎，张勇，张勇，想溜啊！不是，哎，要说这知己知彼，还能有谁比你更合适啊？是啊，对，大哥，你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？是啊。哎呀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你混进去。什么办法？报，船渡水里100士兵已到，请点烟。这什么党是吧？真是，就咱这个没人把握。省会儿吧，省会儿。这群散兵游勇啊，我牛伴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。就这群小兔崽子，只要我牛伴出马，一定都老实。哎，过来，给你们说2句，给你们讲讲啊！都过来呀，过来，给你们讲讲。这1年之计在于春啊，1朝之计在于晨。啊，这行军打仗最重要的那是什么呀？大家说说看，说呀！你过来说说。回军爷，打仗最重要的是身体，所以俺要吃饱饭。你个饭桶！来，你过来说说。小的觉得呀，这老娘们在家要听话，这大老爷们上战场才能放心。大家说对呀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都过来，我给你们好好讲讲。过来，站好了，站好喽，站直。说你呢，站对去。哎，你过来，干什么呢你们？站好了，都站过去。他娃儿的，那宗帅看上去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，没想到最后留给咱们这些歪瓜裂枣的。快点，站好。和宗帅无关，是另外有人从中作梗。快！都给我站好了！站好了，站直了！哎呀，你怎么像根面条一样？站直了！怎么戴个帽子？该站了！快！都站好！别再说话了，都站好！都精神点！站好了啊！哎，一个都站好了！精神点！听见没有？都给我站好喽！大哥，这简直是一群废物啊！什么时候吃饭？别吵！什么时候饭？大家都别吵了，都把嘴闭上，闭嘴，不许说话。蜈蚣山有匪寇8万人，我们此去9死1生。我不勉强大家，愿意留下来就给我留下，不愿意留下的，现在就可以走人。你们不能走啊！这不能走！你得留下！不能走啊！兔崽子！站住！你不能让他们走啊！人心不齐，去了又有什么用？哎，他娃儿的这群废物！大哥，这蜈蚣山咱还是别去了吧。大哥，怎么办？连30个都不到了啊！别说30个人，就算剩下3个人，我也要把蜈蚣山打下来。你说的什么废话？哎，九平，
就凭这些人，肯定打不了蜈蚣山。我就算你是万人敌，你最多就能打1万。蜈蚣山有8万人呢，剩下7万怎么办啊？你看他，啊，他，还有他，你能在他们这些人中训练出7个像你这样的万人敌吗？你凭什么让他们去送死？那你为什么不走？我，老子喝多了，走不动。不管什么原因，既然留下了，明天就开始整军训练。我立下军规，如果明天再让我看到有谁在军营里醉酒，别怪我岳某手下无情。30人，我看你怎么练。各位爷，我求求了，放过我！姑娘，快走！你们这帮土匪！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算什么汉子？你谁呀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要有种就上战场打仗。打仗之前先打你！给我拿下！别再为难他了。这小子打我们兄弟！对，杀！邢夫人已经说话了，算了，兄弟。今天算小子命大。小生灵，你快走吧。就你这2下子，也想来英雄救美？今天就饶了你，滚吧！快滚吧！快滚吧！谁？有贼！竟然贼吵贼窝！嘿，你那边，我这边。好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！你干什么？小心我告诉大王！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，我真没看到。哎呀！嘘。哦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
在下姓张名用。多谢张大哥能来。张大哥，快请坐。好。请问姑娘怎么称呼？递此信给我又是为何？奴家西夏人士，本名乌师马。去年随家父至中原行商的路上，家父得了风寒，不治身亡。又遇到了恶贼急欠，他见我一个单身女子，于是强行托于此地，强迫奴家委身于他。听完姑娘这一席话，急欠可恶之极。眼下乱世，人人得以讨而诛之。奴家第一眼见到张大哥的时候，就知道张大哥一定是一个汉子。唐突联系，还望张大哥见谅。姑娘，请说吧，有什么事要帮忙，我一定不会推辞。求张大哥可怜奴家身世凄苦，救奴家一命。姑娘，你先起来吧。我张用一介武夫，无德无能，眼下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保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帮姑娘。只要张大哥答应伸出援手，奴家自有逃脱之法。好。此乃武功山地形图，只要张大哥愿意出手相助，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脱身之计。此话怎讲？武功山依水而居，城外有一条护城河，两岸布满芦苇，地形居高，易守难攻。倘若不是熟知地形的人，委实难以进入。果然是心思缜密，这张地形图倒是极为有用，或许可以一箭双雕。姑娘，我在象州城的时候是看守门户的，这平常就是好打抱不平。听了姑娘一番话之后，倒想尽犬马之劳，尽力而为。没用的东西，只会给我惹是生非。一会儿进去的时候，给我小心说话。是。哼。还是你去吧。去，这是让你拿的。美儿，美儿，大王是在找什么？没有啊。莫不是听了哪个爱嚼舌根的胡说一通，诬陷奴家做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？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。我也是大户人家出身的正经姑娘，屋里藏汉子这种见不得人的事，我是绝对不会做的。若是大王不信的话，我只有一死一世清白。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呀！混账东西，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！小的该死。美儿，别生气啊！哎，你看看这些衣服，是不是喜欢呀？这些都是我抓不，是请了最好的裁缝做的。还有这些首饰，你看看，是不是喜欢啊？看一眼嘛，看一眼。哎，这做工还算讲究。可是你瞧，这针脚，这线头，我知道我的命苦，我爹死得早，也没有人提个亲，说个媒的。这别人家里有的东西，我都没有。我
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美人，你说什么？没有人说亲提美？那你就是答应我了。你要什么？说出来，我季剑全都答应你。这婚事已经少了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失了礼仪，所以成亲当日，要找一位已经婚嫁，并且儿女齐全的吉祥长辈，手执果盘，一边祝福新人，一边吟诵。撒个枣，领个响；撒个栗，领个妮。一把栗子，一把枣，小的跟着大的跑。这果盘里面必须要有枣子、栗子、桂圆、花生这4样果品，缺一不可。好，赶明儿我让小的弄4筐什么栗子、枣子来。不行。怎么又不行了？这4样果品原本应该是由娘家人为新人准备的，可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娘家人了，必须得由我亲自去挑选才灵验。这么麻烦呀？还得美人亲自去？对，必须亲自去。好吧，明儿，我让大脚丫陪你走一趟啊。大王，这2日方长的，你也不差这1、2日是吧？你若是个男人，便不可以在这1、2日之内让旁人说了我的闲话，毁了我的清誉啊！这才是真心待奴家好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，我是真心待你好的。那就再等1、2日之后再相见。美人，我是真心待你好啊。你。老大，混账东西！哼！总兵之任务，搜拔众才，以助官厅。有异能者，无问事之大小、贵贱，皆备意用。陈谋密略，出于人上者，可使左目；巧思过人，能烁金眼目为器械者，可为左公。凡此色类，非可悉数，但夫异能，军中皆可以用之，不可弃也。王贵牛皋，在。我昨天说什么来着？什么呀？若再醉酒，军法处置。那该怎么处置他？是。小子，你起来吧！起来！走吧你！放开爷爷！放开爷爷！干什么？让你好好清醒，小子！放开爷爷！放开他！下去！愣在这儿肯定不行。行了没有？看你还敢再喝酒！朝廷不可一日忘战，诸将不可一日忘习练。
如今内忧外患，我大宋男儿个个必须肩负起保家守土的重任。我不管以前你们是做什么的，为什么当了兵，从今天开始，必须以军规赏罚。御敌不再增兵，而在练兵。西威仪、明少长、严奖罚、陈号令、赴汤蹈火，挥从避之。如若不从，军法处置。叫什么名字？杜大头。哪儿来的？山西的。做什么的？打猎的。练射箭。是。叫什么名字？狗子。做什么的？打鱼。练爬山。是。做什么的？种地的。练耕种。是。做什么的？采药的。练攀爬。是。做什么的？打猎的。练搏杀。是。做什么的？种地的。练射箭。是。做什么的？打鱼的。练搏杀。是。做什么的？种地的。练爬山。是。做什么的？砍柴的。练攀爬。是。你是最后一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傅庆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打铁的。你还知道你是做什么的，证明你已经酒醒了。现在让你走，你走不走？我看你说话一套一套的，好像有些想法。我跟你去蜈蚣山。你不怕吗？怕？我怕谁啊？我这辈子从来就没怕过。只要你敢去，我就敢跟你一起去。好。我现在任命你为伏击队的小队长。如果他们训练出了任何的纰漏，我唯你是问。行。伏击队，全都听好了，开始操练。手艺不错呀。锻造兵器，除了手艺和铸造的铁器是否优良之外，气候也非常重要，需配合天时。一年之中，以春秋两季为最佳。夏季燥热，冬季阴冷，皆会影响天时。尤其是农历5月，俗称毒月，聚集各种毒气；而7月则为鬼月，代表治邪之气。除节气之外，天阳亦有属于自己的最佳时辰。你在亥时铸剑，说明你生肖属猪。我说的对吗？我亥时铸剑，是因为我不愿意跟那些没用的蠢货，像他们那样偷懒，不愿意跟那些蠢货住在一个屋檐下。你生性放浪不羁，你的家人才会离你而去吧？我是铸剑的。我听说你能开300斤的弓，哼，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，会说的人多了。能让我见识见识吗？你行啊，真有本事！我开眼界了。是我开眼界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剑。3翼3棱，簇锋短而锐，大大提高了剑簇的穿透力，还有杀伤力。我真是服了你了。我做的剑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的。
打蜈蚣山，没你的剑打不赢。你给我做1000支箭，打下蜈蚣山，我记你父亲一大功。行，岳大哥，从今往后，我听你的。大哥，大哥，张勇来信了。怎么说？张勇说，他最晚后天天亮之前就会回来，他还会带来蜈蚣山的地图，让将士们随时后战。是。哎，看来你的饭碗要被他抢了。真是支好剑呀，大哥！看不出来呀，你整天喝得醉醺醺的，竟然能做出如此精细的剑来。怎么，不服？咱比比。我服，我服。虽然杜帅给咱们的人良莠不齐，但只要用得好，个个都是有用之才。岳飞为何手下只有30人呢？啊？啊，我听说他们不愿意跟着岳飞送死，被岳飞赶走了。看岳飞训练的30，就能看到岳飞有带3万人的才能啊！是是是，走，过去看看。岳飞还不见过宗帅？参见宗帅。好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岳飞啊，你干得不错。老夫先前答应给你100人，就给你100人，不足，到老夫的帐下任意挑选。谢宗帅。这些不错，回来的时候买一些。快点走！嘿嘿。各位乡亲父老、大哥大姐们，走过路过可千万不能错过啊！尝尝看啊，好香啊！来，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啊！让人家快点，你快点吧。邢夫人，咱这东西买的差不多了吧？差得远呢。哎呀，自家酿的酒真香啊！这位大哥啊，你卖的是什么酒啊？姑娘，你可真识货呀！这是我家祖传的佳酿啊！来闻一下，你也闻闻，百里飘香啊！哎，我不瞒你们说啊，这酒啊，只要顺风喝，能相传百里啊！来闻闻闻闻，吹牛不着边儿，就吹牛，吹吧你瞧！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
来，尝尝看，尝尝看啊！哎，戚夫人，这酒咱寨子里多的是，你想喝多少有多少啊！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咱还是回去了吧？啊！哎，这位兄弟，一看就是条好汉啊！这面容，这身段，眉宇之间散发着英武之气呀，一看就是能成大事的人啊！来，酒量肯定好啊，尝一尝。这多不好意思嘛！哎，这位兄弟，你也来一碗啊！哎，别客气啊！这酒好香啊，真的好香！来，不错吧？啊？哎，是不错，好酒。那当然。干一碗，不错，来。再来一碗，我也来一碗，好酒量。来，我也给你再来一碗。大哥，怎么了，大哥？啊，大哥，没事，不会吧？这酒量就这么一点点啊？哎呀，这还说是英雄呢，怎么酒量就这么一点点？你等会儿啊，我给你拿醒酒汤去啊。等一下，兄弟。没问题。大哥，你平时不是挺能喝的吗？怎么就一碗就把你撂倒了呀？你大哥，醒醒啊，大哥，咱们该走了。去！就会吃喝拉撒的蠢材，快给我带500，不带1000人去找，找不着，要你们狗命，滚！走。还好，把你给救出来了，没事吧？啊！不要跑了，谢夫人。走。谢夫人，大王带你不跑啊！谢夫人，不要跑了！快点，在哪儿？追！女人不能射，是咱新夫人。对，是那个男的。跳下去！不会吧！下边！人呢？那边追！走！快！走。还好，这条蛇没有毒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这条小命可就难保了。谢谢姑娘。谢什么？是我应该谢谢恩公才对。哎呀，别叫我恩公了，我也是误打误撞才进的蜈蚣山，还好救了你。哎，对了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百年修得同船渡。认识姑娘，是我张用的福分。我自小便跟随父亲走南闯北，经常会到一些陌生的地方，
所以练就了过目不忘的本事。这条路我来的时候走过，我就一定能走得出去。只是今天天色已晚，等天色稍亮，我便能记起出去的路了。这样吧，你坐到船舱里面休息，我就在外面，外面风大，你好好休息吧。不过，我们还是把蜡烛给吹灭吧。万一贼人发现我们的行踪的话，我们二人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啊。大哥，恩公多虑了。我的命是你救的，有何不便啊？只是我从小就怕黑，所以……啊？张大哥。这是萤火虫。这样你就不用怕黑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你看看我把谁给带回来了啊？大哥，此行颇费周折呀。大哥，这小子可能了，不光是自己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个大姑娘呢。行啊你！大哥，这件事情呢，回头我再跟你细说。哦，大哥，你们先看看这个，来。这个呢，就是蜈蚣山的地形图。这个山寨地形偏高，不易攻取。在寨子外面的这一块儿，有一片芦苇荡，那芦苇有1人多高呢。不认识路的人进去容易，想出来可就难了。这可是一片天赐的迷魂阵呐！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你别着急呀，我已经想到解决的妙计了。这次我带回来的那位姑娘啊，特别熟悉蜈蚣山的地形，她已经将破解迷魂阵的办法告诉了我。那里啊有一条小路，这条小路呢有个天然的屏障做掩护。我估计蜈蚣山的人啊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条小路。这姑娘有不寻常的本事啊。哎，张勇，我得问问你啊，这姑娘不会是蜈蚣山派来的奸细吧？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啊！哎，张勇，来来，辛苦了，兄弟，来先喝口水。哎，牛狗，我说人家张勇的心思比你的可细得多得多了。那不一定。哎，张勇，你这回呢倒是立了一大功，带回来一个活菩萨，等于是活地图，哎，是吧，大哥？有了这条活路，咱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出发。牛皋王贵复兴，在。传我的令，让将士们待命。1个时辰之后，咱们兵发蜈蚣山。1个时辰，一个时辰。大哥，这紧了点我们的准备啊，太急了吧？大哥，是不是太急了呀？啊！3天之后，天色有变，你与我军伏击，天时地利人和呀！哎，大哥，你讲清楚啊！大哥，哎，算了，大哥说让行动，那咱们就行动，是吧？那咱们就做准备吧，啊！哎，大哥说的准没错啊！走。有句话
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对，叫百年修得同船渡。你说谁来了？把话说清楚。山寨东南方向发现有宋军啊！岳飞来了，看清楚了没有？看清楚了，来的正好，让这帮小子尝尝我们蜈蚣山的厉害。传令下去，加强戒备，有情况立即来报。是。你们确保万无一失。没问题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岳飞是跑不掉的。喝酒来，好，来干！别过来，我中机关了！别过来，我中机关了！不要过来！哎呀！啊！哎！嘘，小点声，让别人都听见了，祖宗。哎，这哪有什么机关呢？吓人！还真是啊！哎呦，吓了我一跳啊！大哥啊，我中机关了！看你不大三粗的，是男人吗？你这死酒鬼，不懂就别瞎说。我跟你说，这蜈蚣山可是机关重重，最恐怖的是满山都是蜈蚣，要不然怎么叫做蜈蚣山？哼！走了，走，快点，这人，快点，快走！岳，进去，快点，进去。咱们老实点啊！狗子，别乱跑，小心中计啊！知道了，回去，跟上，快！牛叔，我想尿尿，牛叔。哎呀，你个大老爷们儿，害什么臊啊？要尿就在这儿尿。你们这么多人看着我，尿不出来。这小子。别乱动！都别乱动！趴下！大哥，救我！你没事吧？狗子，趴下！别乱动！趴下！大哥，你没事吧？狗子，别站起来！狗子，别乱动啊！别站起来！大哥！哎，大哥，怎么办呢？救我啊，牛叔！大哥！救我！牛叔！
大哥，狗子，狗子，狗子，你撑住啊！我想办法。救我呀，大哥！牛叔，救我呀，牛叔！抓住大哥！狗子，抓紧呐！狗子，别松手！抓紧了，千万别松手！大哥，快救我！大哥，狗子，狗子，狗子！狗子！岳飞也太自不量力了，区区100人要劫我们山寨，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。我们干脆下山把他抓了。再等等，他们既然进得来，肯定有所准备。不过，他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，跑不掉的。报告大王，那迷魂阵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上山的人都不见了。什么？不见了？看清楚了没有？回大王，看清楚了，的确都没了影儿。难道岳飞还会什么隐身术，像孙猴子一样变没了？继续守卫，提着脑袋看紧点，如果出现什么差错，拿你质问。是。谷口就到了，我还在这里做了记号，怎么就不对了呢？哎呀，别看你的破图了，狗子就是被这破图害死的。哼！狗子，张用哥哥真的没有想害你，大哥。对不住了，我是真的想把兄弟们带到蜈蚣山的。兄弟们，我张勇对不住了。看来我们要攻打蜈蚣山的消息已经被人泄露出去了。那大哥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我们只有上去，把他们全部都引出来。大哥，我去当诱饵。哎呀，你待着，别动。你去什么去啊？你不知道蜈蚣山上有多少人吗？有8万人呢。我们现在有多少人？你也少说2句。大哥，你说句话呀，咱们总不能一直被困在这儿吧？等，大哥什么意思？等什么呀？
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好日子不远了。来，咱们喝上，为了这好日子，咱们也得喝一个啊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来死人！快来人呐！吵什么吵什么？大半夜的喊什么呀？两位大爷，我兄弟肚子疼，都快疼死了，你快看看。快换衣服！兄弟，快换衣服！兄弟，饿呀！兄弟们，行不行？起来了。大哥，是想活着打赢这场仗吗？大哥，你大哥。8个人，动手吗？大哥，怎么办？等的就是他们。兄弟们，有活干了！有埋伏！
好的吗？不关我们的事，我们只是混口饭吃。对，真的不关我们的事。大爷饶命啊！不关我们的事。大哥，这两个臭脚、狗屁山贼，杀了算了。喂，牛爸，我以前也是山贼啊，你总不能把我也给杀了吧？哎，我这又没有说你，说他们呢。哎，张勇，大哥，救命啊！饶了我们吧，跟他们说，饶了我们吧，大哥，他们以前都是我兄弟，饶了他们吧。大哥饶命啊，岳大爷饶命啊！想活命吗？想。带我去见你们寨主。别来别去！别是啊！来人何人？告诉你们家大王，就说岳飞来了。他们两个要还算是条汉子的话，就出来跟我单独比试一下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让我们大王和你比试？我不算什么东西，只是比你们两个草包缩头乌龟大王强一点而已。他们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我可就派人去掘他们家的祖坟了。你这么狠，也太狠了吧！你给我等着！大王，你娃儿的，想把老子饿死啊！你就岳飞，你还没死呢，还敢来？有本事就单挑独斗，打完了好叫老子们回家吃饭。在这儿耗着算个屁本事啊！大哥，别理他，这小子是相州第一武士。你们上！杀！别了！杀了！你们干嘛？呀！里边的人听着，你们就投降吧，我们已经把你们包围了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我们已经把你们包围了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没想你们投降吧，千金勇士这个呆瓜。这里不安全，我们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，必须快点离开这里。好像已经打起来了，打得这么凶，到底谁能赢啊？那怎么办啊？岳飞功夫了得，大王岂是岳飞的对手？哎呀，怕什么？我们山寨兄弟那么多，大王一定会抓住他们的。对了，哎，不行，哎，万一岳飞他们给大王抓住了，他岂会饶过我们？是啊，36计，走为上计。岳飞，哪里走？岳飞，你跑不了了。哎，你们两个别看了，我只是不想损失那么多的兄弟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两个一个公平决斗的机会。你们两个人对付我一个，如果你们赢了，我们所有人归你处置；如果你们俩输了，带上你们的人马，跟我回军营。
杀了这2个山贼，给狗子报仇。等一下，他们俩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到呢，把他们先带回去。是，大哥。走。大哥，山那边发现拓跋耶乌的踪迹。金贼，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！拓跋耶乌，你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吧？当初若不是你派人暗算，刘葛将军岂能身中毒箭？今日你落在我手里，也算是天意。一命偿一命，你自己跳下去吧。岳飞，你的身手我算是见识到了。你若是带着这帮兄弟顺了我，这辈子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拓跋耶乌，今日不处你，日后必有更多的祸害，不必我们兄弟动手，你自己就地自裁吧。跳吧。岳飞，求你放了大将军，我替他赎罪了。兄弟！好一个大金的尚武之士！你作恶多端，却害了他替你冒死赎罪。为了他的忠勇之举，你还不跳下去为他陪葬吗？岳飞，你要是有种的话，就放我一马，日后疆场相见，一决高下，以多欺寡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你放屁！我们100人打你们800人，你还舔着脸说以多欺寡？就是啊，他娃儿的，大哥，让我砍了他的脑袋，祭奠刘将军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你不用激我，我今天可以饶你不死。啊，大哥，但是我要你回去给我带一句话，告诉你们金人，我大宋从今天起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，岂能容你们侵犯？大哥，不能放了他呀！今天放了他，下回想抓他就难了。是啊，大哥。宗大人，岳飞奉命捉拿，即遣即勇，得胜回营。好，
下去吧。是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区100人呐，就绞山拔寨，端了极欠极勇的匪窝。哈哈哈哈哈！宗帅真是有眼光啊！岳飞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！宗帅，宗帅，岳飞押着几万俘虏回来了。好，快快迎接。好。痛快啊！是啊，启禀宗帅，匪寇头领极欠极勇，已被我军生擒，其所率匪众8万余人，决心弃暗投明，投降朝廷，望宗帅定夺。哈哈哈哈哈！岳飞啊，你不辱使命，扫平匪众，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！真所谓敌虽众，可使无斗，屈人之兵而不可战也。岳飞，你做得好啊！没有宗帅赐给我这100精锐，没有他们的齐心合力，奋不顾身，吴公山是拿不下的。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大家伙的。当初我把剿灭吉家兄弟的任务交给你，就没有一个人相信你能带着这100人活着回来，更没人相信你会大获全胜，凯旋而归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岳飞听命，在。今日我把这100人交给你，你要把他们训练成英勇无敌的敢战士。我相信，终有一日，他们会成为我大宋的精锐之师。是，谢宋帅。大家都听着，今天晚上每个人都必须喝酒。我告诉你们，不喝趴下，不许回去睡觉。不喝趴下的，谁都不许回去睡觉。好，干了！干！上！一起来啊！晚上！你喝你的，我就得喝你的。让他喝，必须得喝，真的不行，喝完。兄弟们，我怎么样啊？走开！
吴主，这个战车叫什么名字？还没有想到合适的名字。老二，你平常不是喜欢舞文弄墨的吗？你说叫什么？佛曰：“浮屠佛也。观音娘娘高坐于莲花宝座之上，手持9级浮屠宝塔，妙相无穷。”老二，你啰里啰嗦念什么经？到底想说什么？浮屠乃是具功德之举，我看这东西来势汹汹，必要杀害多少苍生，罪过呀！浮屠，金戈铁马，我看就叫铁浮屠。皇上，你以为如何？好，就叫这个名字。这铁浮屠假以时日，严加训练，他日必能所向披靡，横扫疆场。好，吴主，你抓紧训练，南下之日，我们要大规模运用铁浮屠，让他们看看我们大金的天威。皇上，以我们现在的骑兵，一样可以大获全胜。那些南蛮子根本就是绣花枕头，不堪一击。战寒，轻敌可是兵家大忌啊！吴主，你需要多长时间？就给我半年的光景，练就这个本事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好，那我就耐心等着。今天先看看这铁浮屠的威力。是，皇上。我东路大军自燕京出发，西路大军自太原出发，两军会师于黄河以南，行动迅速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好，头把业务，末将在。头把，两军交兵，阵前联络极为重要。你打算如何啃下相州、磁州这2块硬骨头？说出来，让大家心里有个数。是。承蒙大帅信赖，司末将在阵前就通敌之权，让耶吾对磁州、相州之情势颇有定夺。好，指出来，让大家看看。是。这攻打磁州和相州，可以由3方面出兵。第一，东路军从大名府军部出兵；第二，西路军由太原军部出兵；第三，东路军与西路军会师之地经过新乡和汤阴，直取磁州跟相州。如果3方面都不想劳师动众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这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动员吴公山的急欠急勇，让他们下山举事，兵犯2州。
你可安排妥当？末将已经布置妥当。好，皇上，您意下如何？吴主，你怎么看？皇上，我有几句话想和拓跋耶乌说一说。战邯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拓跋要是有什么不妥之处，该打则打，该罚则罚。好。拓跋耶乌，吉氏兄弟拥兵8、9万，为何要帮咱们？没那么便宜的事吧？哼，四太子应见，两人已列出明码实价了。哼，有了明码实价就好办。怎么个要法呢？这磁州归王伯彦，急欠料定5天就可以拿下，所价5万两。相州归宗泽，急欠料定必有苦战，所价15万两。两处一次拨付，共20万两。末将等着这20万两银子办事。你这是向我要白花花的银子？越快越好。好，谢谢四太子。老四，这个够快吗？太子，你要教训我的人，是不是也得给我个说法？那我就给老大一个说法。好大的狗奴才！蜈蚣山清风寨起了大火，急欠急勇关进相州大牢。你胆敢跟我要20万两银子，还说一次拨付？呸！拨付给谁呀？是拨付给你拓跋耶乌吗？太子，太子饶了我吧！大家看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堂堂的大金先锋官，被宋人一个小小宝一郎给擒了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太子，太子饶了我吧！今天要不是不想扫了皇上的兴致，我一刀把你砍成2段。太子，太子饶命啊！太子饶了我吧！太子，饶了我吧！太子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大帅，大帅，大帅救我呀！大帅救我呀！大帅，大帅，滚！谢大帅，谢大帅。吴主，啊，谢皇上。大敌当前，我们自己可不能乱了分寸。拓跋耶乌这个狗东西，他居然想诓骗我大金的银两，罪不可赦。不过，他刚才说的策略，我倒是听进去了一二。不知道你们几个有何高见？皇上，那宋兵本来就不堪一击，如果再有了老四的铁浮屠，我们大金的大业就指日可待了。我认为，这个时候就应该趁热打铁，趁着我们东西2路大军合并在一起，兵强马壮之际，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浩浩荡荡的杀入汴京，让大宋的狗皇帝好好见识一下我们大金的威风。好，这汴京城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。我们要把它攻下来，绝非一日之功。再说，就是攻下来了，那些个汉人的心也不会归顺我们。
不过我们就留下个烧杀抢夺的恶名，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反戈一击，我们就成了败军之勇了。哈哈，看来这么多年你长进不少啊，城池易攻，人心难测。现在你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真为你高兴啊！好，谢皇上。这些打呀、杀呀、攻城略地的我都不懂，我只知道要想真正的打击敌人，就得从他们内部花力气，不动一兵一卒就把他们给制服了。老二，你别说的那么玄乎了，你到底有什么办法？皇上，我这里有一封启和信，是个叫秦桧的人送来的。这个人我们可以拉拢，有他做内应，我们占领宋地就有了更大的把握。秦桧，对，就是宋廷的智多星秦桧。现在看起来，整个南朝官员之中，能为我所用之人，只有此人了。这种狗血小人，今天他能出卖他的主子，明天就会在我们的心窝子上插刀。绕什么弯子？我们只需要直接杀进汴京，杀他个3天3夜。罪过呀，罪过呀！现在我军直入大宋腹地，前方未定，后方未稳，各路秦王军马正在赶来，随时可能切断我军的后路啊！依我之见，不如见好就收，咱们拿银子走人。老二，你要是怕了，你可以先回去，反正我是要杀进汴京去的。吴主，你怎么看？皇上，打还是要打的，和也是要和的。宋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围城必缺，就是说围城的时候要留出一个缺口，让敌人想逃跑。所以打的时候呢，他们才不会和我们拼命。秦桧那封信，正说明了他们是惊弓之鸟。和议是可以的，至于合成合不成，就是我们说了算了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赔款：黄金500万两，白银5000万两，牛羊1万头，绸缎1万匹，割让太原、河间、中山3镇。合议之人必须是大宋丞相，以及一名亲王。皇上不能答应啊！金人狼子野心，胃口只会越来越大。与其养肥了金人的胃口，不如背水一战，胜负尚未可知啊！皇上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金人以4万人马一路南下，如入无人之境啊！哦，哎呀，好剑法，好剑法呀！剑落红心，方称好剑法。啊，昨天射出去的箭，飞到一半就落地了。今天这支箭，已经正中靶台了。王爷真是一日千里，剑道奇才，剑道奇才呀！好，假如那是金乌珠4太子的话，定射得他胆战心惊，屁滚尿流啊！见过王爷。啊，来了。王爷，宗泽元帅差了岳飞率领4位护卫前来，护送王爷到归德议事。见过王爷。免礼。抬起头来，让王爷认认脸。哎，王爷是去议和，又不是去狩猎。哎，让他们这些神箭手去护什么驾呀？啊，这次去归德，要说闹出什么事儿来，就是祸灾。不如让他们回相州去吧。哎，等等，张大人，这宗帅吩咐，
他们敢不从命？我也是为了……慢着，既然他是神箭手，不妨施展一下他的绝技。小王也想知道，什么叫剑道绝技。好，岳飞，按王爷的吩咐去做。是。听着，你先射3箭，给他看看。是。请。这弓太轻，有没有重点的？随便挑。最重要的不是练剑，而是练心。你在乎输赢，便失去了力量。瞄准箭靶，便是瞄准你自己的修身之道。孟子云：“发而不中，求之诸己。事量其功，功量其力。心平体正，不动容。和其肢体，调其气息，益其心志，你才能百发百中。”好！好一个靶中之靶，箭中之箭。谁说我大宋没有人才？能够有如此剑法，我想金兀术也会礼让我们3分。谢王爷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是宰相张邦昌啊，伺候王爷到归德，有我一个。各位勇士啊，我们这段时间要同生死，共患难，好不好？诸位各尽其能，各显其才。我们是平平安安去归德，高高兴兴回汴京。回来之后呢，一定重赏，一定重赏。谢过宰相大人。张大人，今天晚上带各位兄弟去樊楼吃喝，明天过后我们就要动身了。好，各位勇士，请。谢王爷。谢王爷。随我来。王爷，秦桧先行告退。有劳了。来，好。好酒啊！快您慢走。哎呀，真是好酒，多喝点啊！哎，小二，哎，再给我们拿2坛酒来。好嘞，2坛酒马上到。哎，大哥，这樊楼啊，真是名不虚传啊！这可真是山珍海味呀！就算归德是鬼门关，咱们也没白跑这一趟啊！对，什么鬼门关？上次咱们保护不力，致使刘将军丧命。这次无论是刀山火海，咱们也要保护好康王殿下，顺利闯出来。对，每个人喝一个，来，大哥干一个，来干一个，敬你一杯，干，大哥，来，干！哎呀，好酒，好酒啊！来，今天喝个痛快啊！好，来，吃点菜啊！哎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什么人？站住！
在下梁兴，已在此恭候多时。梁兴，请问你可有听说过忠义社？忠义社，对，忠义社。你就是人称玉面灵官的梁兴？正是在下。冒昧的将英雄请来，还请见谅。这位是我们忠义社的二堂主素素。多谢上次救命之恩。谢就不必了，把招完带还我即可。姑娘年纪轻轻，轻功不错。壮士留步。仁兄，在下有抗金义事，要与英雄商议，还请里屋一叙。忠义社是由各路民兵组成的抗金队伍，如今金人的铁马不但包围了汴京，就连中牟、朱仙镇、陈州、归德、曹县这一带，都落入金兀术的铁蹄纵横之下。忠义社要做的事也越来越多。简而言之，虽然朝廷不管忠义社的死活，但是我们忠义社却一直以朝廷的存亡为己任。岳飞不知梁小哥有何见教？见教不敢。请问英雄，此行是不是要护送康王赵构去归德与金人议和？同行护驾的共有4人。哼，看来你们眼线众多，连这等机密的事情都尽在掌握之中。归德也有忠义社吗？英雄有所不知啊，朝廷的人马是旗帜飘扬、衣架鲜明的，而我忠义社的弟兄们，则是遮面掩身，潜伏不露。金人走到哪里，我们忠义社便跟到哪里。太好了，看来保护康王殿下的不止我们4个人了。面对金兀术的10万雄师，1个人不算少，1万人不算多。康王死刑，凶极难料。我们忠义社在归德埋有内应，一旦发生不测，定能保护康王安危。难得这次康王殿下主动请缨前去议和，我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。有了忠义社的照应，彭举心里别落下一块石头。谢谢忠义社的诸位壮士。各位，尊使和各位随行的大人都是不可以携带任何武器进入大帐的，这是我们大金的规矩。
行。来时可是赵桓所遣的康王赵构。正是小王。哼，康王年纪这么轻，就负担起如此重任，真是为难你了。不过看来大宋也是没有什么可用之人了。我们大宋兵强马壮，人才济济，而我是最无德无能的，所以才被派来此地。哼，趁口舌之快不算什么英雄，但愿康王上阵杀敌也能如此。非我所愿。连大宋小儿都懂得晏子使楚的典故，如今却放在了谈判桌上，实在是羞愧呀。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古称商丘，如今称南京，也称归德。离汴京多远？约300里。也就是说，被我军包围的不单单是一座汴京城，就连黄河南岸200里之地都在铁浮屠包围之内。所以今天咱们才有机会在此地见面。康王殿下以为然否？据小王所知，大将军宗泽、韩世忠、王渊、刘光世、张俊都在调兵遣将向汴京进军，胜负尚难断言。宗泽、韩世忠、刘光世、张俊离汴京有多远？充其量10天的路程而已。现在围城已近2个月，何以看不见秦王军队的影子？这不是路远路近的问题，而是这些大将敢不敢与大金的金戈铁马进行决战的问题。怎么样？你们已是败军之将，种种枯骨了。太宗不过是念在疆土百姓的份上，免去一些生灵涂炭而已。那真的是要感激大金皇帝仁慈之心，但此次我奉了皇兄之命前来，必须在此声明：赔款之事尚可商榷，但古训教导，祖宗之地不得尺寸与人，割地绝无可能。议和之事既然难以在1、2天之内定下来，那只能有请康王和几位大人在此地稍事休息，待我向太宗皇上禀报之后再做定夺。太子，在下想问大宋康王几句话，可否？军师请便。敢问康王平时都读什么书？在下以为《孙子兵法》甚好。孙子兵法，康王应该知道，即便是你把《孙子兵法》读烂了，那些大宋的将士也没有什么长进，最终还不是成了大金的刀下鬼啊！敢问这张弓是4太子的吗？这张铁胎宝弓除了我，大金内无人能拉开。能否借在下一试？
不是我们大宋不能打仗杀敌，而是我们更喜欢以和为贵，仁者爱人，方为大智大容。秦大人，你看这，王爷，你要保重他啊！王爷，康王殿下一路上舟车劳顿，依微臣之见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还是尽早回去为好啊！哎，秦大人所言甚是，甚是啊！要不，我这就命人去备马车。啊，慢啊！我们现在仓促回去，我担心会引来金人的怀疑。今日的谈话，诸位也都听到了。金人并非善类，刚才在殿上极尽羞辱之意，割地赔款，却缺一不可。他们不会这么容易就放我们走的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啊！康王殿下，在下有些话，不知是否当说。但说无妨。末将认为，如今只有顾左右而言他。岳飞，你年纪轻轻的，你懂个什么呀？哎，那如何顾左右而言他呢？刚才大金四太子金兀术一见康王您如此年轻，便心生疑虑。军师哈密赤那几句问话，实则就是一种试探。眼下，估计正和心腹寻思着，您是否是真正的宋氏宗亲？如果现在我们提出要走，必定加重了他们的怀疑。我猜，非但我们走不了，反而还会陷入更加险恶的境地。依在下看，康王您不如顺水推舟，落得个轻松自在，在这里休养几日，也好养养身体。二位大人，岳飞所言甚是。那我就在这里悠哉悠哉地待上几天，看他们能奈我何。王爷，虽说我们几个需在面子上做出不让金人有所戒备的样子，但实则我们还需让岳飞安排一条退路，以备不测之需。请康王与两位大人放心，岳飞早已经暗中派人安排好了。这赵构今年多大了？四太子，据在下所知，这个康王赵构20有2。他们赵氏家的还有几个能干的？除了当今皇上赵桓，也就是这个康王赵构，其他的年纪尚小，根本就看不出前程来。拿赵桓和赵构相比呢？按照大宋老皇上的意思，当年是要传给赵构，而不是赵桓的。可见在他的眼里，应该是赵构强于赵桓。既是赵构强于赵桓，何以传位于赵桓呢？那是因为韦娘娘不得老皇上的欢心。韦娘娘想提拔自己的儿子上位，却苦于开不了口。老皇上既然无意于韦娘娘，干嘛要把她选入宫中呢？韦娘娘年轻的时候，记性强，口才好，能说些热闹的段子，
来逗皇上开心，但是后来娘娘就不说了，反而说些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。老皇上不愿意听了，便就离他越来越远。军师，我有一事不解。那个赵构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含着金汤勺长大的王爷，倒像是将门之后，竟然可以轻轻松松拉开我的铁胎宝弓，确实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因而，无论这个康王是真是假，这次我都要斩草，并先除根。四太子，请放心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。素素姑娘，怎么是你？良心命我前来保护你们。刚才我在那个帐篷旁，听到那个什么乌珠的跟那帮金人说，今晚就会对你们下手。比我预料的还快。谢谢素素姑娘和梁小哥的好意，后会有期。喂，等等，你怎么这样就走了？你想到怎么出去了吗？我有几位兄弟在外面接应，我捎个口信给他们即可。那你就这样出去了？王爷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怎么办？我可以帮你带个口信。既然我能进得来，我就能出得去。你不相信我？你不相信我也该相信中医社。这个事情，良心他早就安排好了。好，有劳姑娘了，请将此信转交给归德客栈一位叫王贵的人即可。放心。哎，这好不容易出来了，还得3个人挤一张床，真是的。好了，将就将就吧。谁？我是中医社的，岳飞让我捎封信给王贵大人。哎，这深更半夜怎么进来个大姑娘啊？不好意思，姑娘，我兄弟是个粗人。没关系，你就是王贵。正是在下，这2位是傅庆、牛皋，我们都是岳飞的兄弟。这封信是岳大哥让我交给你的。哦。岳大哥他们现在被金人所控制，我们要想办法赶快去救他们。他娃儿的，我就知道这些金人没安什么好心眼儿。走，救岳大哥去，抄家伙。牛皋，傅庆，牛皋，傅庆，慢着！金军军营现在一定是里3层外3层，层层埋伏。就凭我们3个人的力量，估计等我们杀进去了，岳大哥他们也已经出事了。哎，王贵，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？岳大哥那是一定要救的。对，怕什么？杀进去！王贵说的对，你们要是愿意相信我，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姑娘，请快说。哎，姑娘，有什么好主意，快讲来。军师半夜相邀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张大人是个明白人，怎么反倒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四太子有什么用得着在下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
老夫万死不辞。什么死不死的？四太子怎么舍得张大人死呢？他要让你尽享荣华富贵。老身无德无能，岂敢呐！不过四太子还要请张大人帮个忙。哦，四太子想要赵构有来无回。这不妥！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，更何况他是个王爷啊！那张大人的意思是，拿你的命替赵构一命抵一命。老夫无德无能。张大人，四太子的脾气你应该知道，他说出口的话是绝对不会收回去的。张大人，请放心，我会将这件事办得妥妥当当的。即便是事成之后，也不会连累到张大人。而且四太子说了，等到时机成熟时，就立你为王，改国号为楚。张大人意下如何呀？张大人是个聪明人，只要我们略施小计，必定能引蛇入洞。张大人只需要回去带个话，就说你听到了风声，今天晚上3更必杀赵构，赵构非走不可。我背上马，开着门送他走。等他出了街，我的弓箭手就会万箭齐发，射他个人仰马翻，连泥带血。等到四太子问起来的时候，我会说康王盗取了军事机密图，想要骑马逃走，结果让巡逻队乱箭射死。那么在宋廷之上，难道还有人怪得到大人吗？军师不愧为孔明蔡氏啊！张大人，你现在也是一不二主啊！康王，进来。康王，我听说啊，张大人来得正好，我听到忠义社的暗号，今晚会有人对王爷不利，我们得赶紧离开。赶紧，王爷，赶紧走吧。赶紧。王爷、张大人、秦大人，这边请。快！张大人，快上马，千万跟紧啊！